欢迎收看《一生一世》，我是家医科医师陈欣梅。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还是一个妇女很困扰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男生女生你都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女生的发生率确实可能比男生高哦。这个题目叫做骨质疏松。我先跟大家讲个统计的数值哦。我们发现说，65岁以上的女孩子，根据统计的结果，平均4个人就有1个人是骨质疏松。然而，这个现象呢，好像在男生女生的身上，随着年纪上升后，真的有蛮明显的一个差异。有个统计数值是这样哦：50岁以上的男性跟50岁以上的女性，他发现女生骨质疏松的盛行率，女生达到10.75%，男生只有4.15%。我们发现，随着年纪上升的时候，女性的骨松发生率竟然是男性的2倍。那很多人会说，如果今天骨松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相信非常多年长者都很担心自己有骨松，那它到底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到底什么是骨松？其实我们常常会跟大家解释的骨松，大家是比较难以去想象，原因在于我们都以为我们的骨质里头是实心的。其实呢，我们的骨质就好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头有很多的房屋的柱子，这个柱子其实就构成了我们骨质里头的一些骨干。随着我们年纪的上升的时候呢，这些房屋的柱子从本来很粗的柱子，因为钙质的流失的关系，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它的空洞感好像变多。但如果你仔细看，其实就是它的房屋柱子变得比较薄了一点点。当我们产生房屋柱子比较薄，就好像我盖了一个房子，可是这个房子里头的柱子非常的细的时候，当然你随便的一个碰撞，就可能会让你的这个骨质跟你的房子产生了倒塌。那倒塌会有什么问题？别人说骨松顶多就是倒塌嘛，倒塌当然有很多问题。我们其实有做过一个研究统计哦，假设你骨质疏松到你骨折的时候，它的位置在我们的髋骨，好，或者在我们的脊椎骨的时候，你这个人的死亡风险会大幅度的上升。甚至有些人统计说，如果我的髋骨骨折，接下来它在1年内的死亡风险会远远的上升非常多倍。因此呢，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骨质疏松最害怕的其中一个风险点就是骨折。然而，我跟大家讲一下骨折的发生率到底有多频繁。一个统计数字是50岁以上，我们去看他的髋骨骨折、脊椎骨骨折或是手腕骨骨折的人数，发现说女性平均1/3的人有过，男性有1/5的人会有过。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一个叫做一辈子会发生的次数哈，不是说50岁内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数值，其实你会知道说，骨折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然而，你可能问问你的长辈，3个人、4个人、5个人，可能就有1个人他曾经在他的这辈子里头经历过骨折的状态。我们都不希望骨折的状态发生，然而当它出现在一个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可能一次的骨折，你终身的生活品质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骨松的原因，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大家一直很想要讨论跟找到的原因。我们把骨松的原因问题分成2个层次，这2个层次陈医师是故意分开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层次呢叫做不可抗的因素，我觉得大家放轻松，它就是一个我们生活的过程。但是第2个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可以让你可控的因素，所以你要仔细听哦。第一个因素是让你了解我们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理状态。第2个因素就是你好好表现你会不会骨松的一个预防，或者是你让你骨松的一个原因了啊。第一个叫做不可抗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房子里头的骨架会随着年纪的上升，我们在人到大概25到35岁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的骨质密度会到最高的状态。然而，随着我们25、35岁的巅峰期过了后，它就一路的开始往下降。因此呢，随着年纪上升，比如说你的年纪到了65岁，你到了75岁，到了85岁，可想而知，你房子里头的这些骨质的这个柱子已经开始慢慢的在瓦解。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个老化的表现，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生活饮食的方式去避开它，或是延缓它的发生。然而，第2个就是为什么这一集被放在妇女病的这一集，就是所谓的荷尔蒙。
我们必须说，女孩子真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啦哈，因为呢，女孩子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女生有所谓的雌激素，而我们发现雌激素可以保护我们的骨质密度，让它不至于骨松。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的女性，当她在经历更年期，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失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燥热，或者是热潮红，或者是夜间盗汗等等不适症状。但她终于跟这些状态和平共处的时候，意外的却因为一个骨折，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骨松了。所以其实这一题我要跟大家提醒的特别的就是，如果你年纪大，如果你更年期，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小警讯，就是我们的身体除了其他的状态要处理以外，可能骨松这一题虽然还没发生，但是你先留意起来会是比较好的哟。再来呢，就是陈医师比较想讨论的叫做人定的因素。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些人定因素，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作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习惯，或者我们的调整去做改变的。例如，我们发现烟、酒等等的，甚至很高很多杯的咖啡，这些状态容易让我们的骨质不容易在我们的骨头里头，相反的钙质容易流失。因此，烟、酒、咖啡，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中这三个东西少不了的人，你可能骨松的机会会比一般人来得高一点。所以相反的，我们积极的去想，就是这些状态，如果你有，你也很担心骨松问题，尽量能戒多少戒多少，少一点当然一定是好事。再来叫做饮食不正常。有些人会问我说，饮食不正常跟烟酒有什么差别呢？当然有差。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上非常多的人哦，他每天只为了让今天可以好好的过去，因此呢，吃什么不重要，好吃比较重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好吃的背后你到底吃了什么营养素？我们都知道骨质最主要需要的就是钙质，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钙质我们一天所需要的量，随着年纪的上升是需要非常大的量。我简单举个例子，我们一般的人所需要的钙质，在这个国健署所规定的量是1000毫克，随着年纪上升，需要到1200甚至1500毫克。所以这里指的饮食不正常，指的是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素，并没有好好的在每天食物里头补充到。所以呢，如果假设你很担心骨松，或者是你自己经历过一次，你不想再有一次，那饮食就是你可以好好表现的一题喽。第三个叫做运动，我待会跟大家详细的解说。什么时候，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人需要做骨质疏松的检测？我们还是必须要讲，如果今天已经骨折，而且这个骨折是没有来由的。我曾经在门诊中遇到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来找我的门诊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呢，她跟我说：“陈医师，不好意思，我刚刚在到门诊前的时候，我爬了一个楼梯，爬楼梯下雨，我一个重心不稳，我不小心跌倒了。跌倒之后，我的手一直好痛，所以她叫我看一下她的手。不看还好，一看呢，做了检验，哇！”他的骨头整个断裂哦。后来呢，因为他很年轻，才20几岁，所以我就建议他做骨质密度的检测。一检测，他才20几岁，但他已经是个严重的骨质疏松的人。所以呢，假设骨松的第一个反应，其实常常会是比较不幸的状态，就是你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骨折。所以相反的说，如果今天你已经经历一个明明没有很严重擦撞，但是却骨折的现象，它就是一个一定要做骨质密度检查的重要警讯。所以如果今天你莫名的骨折，或者是你有在用一些药物容易让骨质流失，比较常见的药物像是类固醇，那当然你弄1-2天，我觉得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但如果因为你的疾病需要，你可能需要用的时间是1年、2年，甚至10几年，这个时候呢，它容易会让你骨松的机会上升，你就可能要提早的安排骨质密度这些相关的检查。再来是另外2个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是人定的因素，而是我们先天因素，例如像年长的状况，或者是女性更年期后。如果你是这样子的2个情况，我也建议你可能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里头安排一下完整的骨质检查。骨质检查呢，其实它分成自我检测跟所谓的仪器检测，我待会都会跟大家说一下。但是很多人会告诉我的一个小小的奇怪的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为什么骨松，因为他觉得他膝盖会痛，他觉得他的手会痛。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当你觉得会痛的这个表现比较少，是因为骨质疏松。多数的痛的表现来自的是关节腔的受损，或是你的肌肉或韧带受损，所以痛其实并不是常见的骨松表现。骨质的检测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口诀，叫做332。
这3个特别分别指的都是公分数，但是指的是不同的位置。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其实这一间房子里头的柱子，因为随着年纪的关系，从比较粗的柱子变成比较薄的柱子，所以我们身体会想一些方式去让这个薄的柱子它的一个稳定度仍然够。所以它用什么方法呢？比较扁或者是比较短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呢，这3个意思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形状产生了改变。例如第一个3，身高的改变。有些人你觉得，为什么年纪长了之后我的身高好像下降了？其实可能是你的骨质正在做一点变动。但是如果你的身高是矮了3公分以上，这样就比较不是那么的正常，你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你的骨质可能真的有一点疏松的情况哦。第二个3呢，其实比较特别，它指的是因为我们的骨架，整个脊椎骨的这个骨架改变了之后，我们的身形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说，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阿姨走路的时候，好像驼背的感觉。有一些驼背除了姿势以外，也可能跟骨松有一点点关联性。因此呢，这种状态就会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检测。这个小检测，你只需要一面墙壁，在这个墙壁，你自然放轻松的靠着墙壁站着。如果你的后颈跟你的这个背后的墙有大于3公分以上的距离，那你就要小心喽，因为你的这个骨质可能是真的有一点改变，你的骨头形状可能出现了一些状态的改变。第3个是叫做2公分，这2公分指的一样都是脊椎骨的一个状态，它在讲的就是我们的肋骨下缘跟我们的骨盆的距离。肋骨下缘大概我们可以把手叉腰，往上一点你会摸到一个硬硬的骨头，往下一点你会摸到一个硬硬的骨头，下面的骨头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骨盆，上面这个骨头就是肋骨的最下缘。当然你要仔细摸，要摸到最下面的一根。其实相信如果你是个年轻或健康的状态，你会发现你的宽度很宽啊。但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骨质疏松，甚至你的脊椎骨是有变比较短的时候，它可能的距离会不到2公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骨盆跟你的这个肋骨下缘靠得非常的近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可能这些就是你骨松的第一个警讯。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如果有骨松的警讯，先不要太担心，因为有些时候可能真的不是有问题的。真的比较标准的检测，我们会建议去做一些比较大型的仪器型的检测。那这个检测，如同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年纪大啦、更年期啦、莫名其妙的骨松，你才需要去做检测。但如果你在刚刚我们说的自我检测里头，你仍然发现你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不妨考虑做这样的检测。但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检测目前来说比较不是一个健保给付的范围，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还是会需要一点点自费的项目啊。那如果你今天你在因为一个健康检查，或是因为一个其他的你的身体状况中，你去安排的这个检测，然而拿到报告后，你不知道要看哪里，陈医师今天教大家仔细的看几个地方。其实整份报告多数当然都是英文的，我们只需要看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找一个叫做 T 值。有时候它会写的是 T score， 就是 T 的分数。这个分数其实是跟我们的整个全部的人去做比较的，因此这个分数是客观的讲年轻到长辈所有的人，我们骨质应该坐落在什么位置。如果 T 值T score 的分数是-1以上的，那就代表你的状态是属于比较正常的骨质密度。然而，如果你的指数是小于-1到小于-2.5之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骨质减少。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你赶快去把你的生活作息，赶快去把你的饮食给调整好，可能还是可以稍微的让这个骨质不要那么严重到骨质疏松。但如果你的 T score 就是你的 T 分数已经小于-2.5，我们有看过-3，我甚至有看过-4点多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是，它虽然只是个数值，你的骨质就像是一个海砂屋一样，这个房子里头根本没有任何的骨架，简单的碰撞就可能会产生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可能需要做一点比较积极的处理跟调整。骨松的治疗呢，其实我觉得它会分几个状态来讲。第一个叫做你在做检验报告或你在做自我检测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一点点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叫做轻微的骨松或骨质减少。
如果你在这种现象上的时候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你可以从一些饮食上啦、运动上的方式去调整它。然而第二种呢，是指的是已经到比较严重的骨松，例如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的 T-score 已经小于-2.5，这时候你其实可以拿着你的报告去找你的骨科医生，或找你相关的科别的医生，请教他。有些时候我们在医疗上其实有一些特别的口服或针剂的药物，它是可以去协同让你的房子里头的骨架重新长回去，或是长得比较粗、密度比较高的。然而呢，这种药物在我们的门诊上使用中，我们还是发现偶尔会出现一些小的副作用。其实，如果你有在打这个针剂或吃这口服药前，你可能就会听到你的医生跟你分享。他分享什么呢？请你先去看一下牙医。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去看牙医？原因是我们发现这些骨质的针剂，有些施打的时候会让我们的骨头、牙齿下面的关节会出现一些骨头的坏死。因此，要先确定牙齿是否健康，这是一个比较可以保护自己的措施。然而相反的，你在打针的时候，你觉得你身体有很奇怪的状态，尤其像牙齿的地方觉得非常异常的疼痛，其实你可能同时要提早回去你原本的医生，或者去牙医师那边去做第二意见的参考。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针剂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你这一栋房子的骨架再长回去，因此在补充骨质疏松的药物或针剂，你的矿物质，我们常说骨松的元素钙、维生素 D， 其实这些补充是一定需要的。我们曾经有遇过一个病人是，他打了好久的针剂，但打针剂的过程中，他一点矿物质的食物没吃，他运动也没做，打了半天，指数越来越差，让他很挫折。但是实际上的骨松一点改善都没有，所以还是要特别提，不管你用的是药物或食物，自己对自己负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部分呢，为什么陈医师会特别在这边讲？原因是我们常常会以为骨松的饮食补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钙质。但是我这里举了好多个例子，大家可以写下来，也可以抄下来。就是其实骨松的补充跟很多的营养元素有关。这边其实讲一些简单的元素，其实还有更多的元素有关。但是这边可以先供大家参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骨质吸收。我们最知道的是钙质，然而维生素 D、维生素 K 跟矿物质镁，我们在一些研究下也发现，它可以协同让我们钙质在我们骨质吸收的效率来得比较好。那至于钙质的食物怎么去摄取呢？陈医师给大家一张整理的表格，你大概可以想象的是，这张表格指的是呢，我们如果吃了100克的这个食物，它可以摄取多少毫克的钙质？它把它分成了200毫克以下、200到500毫克跟500毫克以上。那我跟大家提醒哦，如果你是一个一般人，你的一天钙质需要吃1000毫克。换言之，如果你是个长辈，或你已经有骨质疏松了，其实你要把你一天的钙质吃到1200到1500毫克。也就是呢，你当然可以多吃多钙的食物，例如像是大家常说的黑芝麻、小鱼干。但是呢，除此以外，你的量也要够。我们曾经遇过有人很可爱，他觉得我每天都有补，但每天只补了一点点，补了2根小鱼干。那对不起，它是用换算出来的，你可能效果仍然是不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特别去提一些帮助钙质吸收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维生素 K， 其实纳豆里头是有的，酪梨里头也是有的，甚至花椰菜也是有的。所以你可以透过一些食物的补充，让你每天多吃一点维生素 K， 其实它可以帮助一些钙质的吸收。除了饮食上呢，陈医师这边特别留了一张表格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运动其实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什么样的运动就很重要了，这种运动叫做负重运动。简而言之呢，我们人是生在地球上的，我们地球有一个地心引力，这个地心引力让我们每天的骨质就好像每天稍微的给它按摩跟加压，所以你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地心引力在我们身体上达到骨质保护的作用。那什么叫做负重运动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爬山、走路，这些都是所谓的负重运动。那什么叫做不是负重运动呢？例如游泳，它就是一个不负重运动。所以你可以透过一些正确的运动去帮助你的骨质强化，它其实对预防骨松会有一些小小的帮助。那特别要提的是这一个，
很多人说骨松跟体重有关，所以是不是我不能太重呢？其实这边是相反的哦，是不能太轻。好，我们发现说，因为我们知道骨质确实会跟我们的地心引力有关，因此当你的体重非常轻的时候，这个地心引力每天给自己的按摩量是又少一点点的。我们真的在门诊中遇过非常瘦，可能是因为节食，也可能因为体重很轻的关系，因此在还没更年期前就被发现比较严重的骨松。因此呢，只要我们把体重维持在一个我们正常的状态下，做一些比较规则的负重运动，或者是你可以多补充一些跟钙质有关的食物，还有一些帮助钙质吸收有关的食物，可能都可以让你的骨松得到一些小小的帮助哦。那这个题目呢，是我非常常在门诊中遇到的。陈医师本人非常喜欢喝咖啡，因此我在看诊的时候，我旁边通常会放着一杯咖啡。有时候解释到一半，病人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不是说喝咖啡会骨松吗？你怎么会喝咖啡？”确实，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喝咖啡的利尿效果会同时把一些钙质带走，因此会让你的钙质比较减少。但是，其实我跟大家提醒的是，确实可能咖啡会让你的钙质摄取会不小心流失掉一些，但是最源头的是你有没有补充到足够的钙质。所以，如果今天呢，你真的好想喝一杯咖啡，但是你每天在饮食上摄取了足够的钙质，你还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有人问另一个问题啦，那我既然是这样的话，咖啡加牛奶我就有钙质喽？那如果大家有想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钙质是用剂量来算。我们要知道牛奶确实是个钙质的来源，但是100克的牛奶，100cc 的牛奶，它其实里头只含了100到200毫克的钙质。你仔细想想，你那一杯拿铁里头，它的牛奶含量有多少呢？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只靠把咖啡加牛奶变成拿铁的方式来补充钙质，可能对你的骨松一点帮助都没有哦。好的，那我们今天一生一世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骨松，大家很在乎的一个议题。但是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还是会心里有个感觉是，每一个疾病，每一个妇女的疾病，它并不是只能靠医疗上的介入，而是从自身的生活中的每天做起，你就可能可以远离我们所细数的这些妇女病哦。那一生一世，我们就下次见吧。